宋家小姐为出嫁便因病去世，只要哪位公子能在小姐尸体前守灵一夜，便能继承宋家万贯家产。这个消息一散播出去，头一天晚上便有9位公子来到宋府，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，第一位公子被带到灵堂前。这位公子似乎有些害怕，站在窗前向里面瞄了2眼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推开门。可关门时夹住了衣服，公子以为是鬼在后面拉他，直接吓得晕倒，然后被仆人抬走了。很快，第2位公子到来，尽管已经害怕得满头大汗，但为了继承家产，还是硬着头皮来到小姐的尸体前。他闭着眼睛，掀开尸体上的白布，那是一张惨白美丽的脸。发现没什么异常后，公子松了一口气。可突然，小姐的眼睛睁开了，还露出了迷之微笑。公子吓得大叫，随即晕倒。看到接连有人被抬出来，好几位公子坐不住了。这钱财是好，可也得有命花呀，还是赶紧溜吧。最后只剩下一个乞丐和一个酒鬼。乞丐腿脚不好，走路愈瘸愈拐的，不过这胆子却是大多了。乞丐好几天没吃饭，看到祭台上的饭，直接就大口吃了起来。吃饱后，一人饭碗，然后朝着尸体看去，然后尸体却在此时翻了个身，这可把乞丐吓坏了，接连抽搐几下便晕倒了。乞丐尸体也被抬出，酒鬼大笑，都是一群胆小鬼，这宋家财产他要定了。他信誓旦旦地推开灵堂大门，端起祭台上的酒杯，直接一饮而尽。正所谓酒壮怂人胆，何况这酒鬼还不是个怂人。他拿着酒壶来到床前，仔细看了看尸体，然后伸手去给尸体挠痒。此时尸体的手缓缓抬起，直接扣在酒鬼的脖子上。酒鬼吓得立马清醒，失声惨叫，然后便晕了过去。至此，前来守灵的9位公子全部失败。这个美丽的女子就快要死了，临死前她有个愿望，见一见自己的未婚夫韩公子。奶妈赶紧让人联系韩公子，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，依然不见韩公子前来，直到最后女子去世，也不见韩公子人影。不甘心的宋家贴了一张告示，说只要韩公子前来，就可以继承宋家家产。可一下子来了9个韩公子，奶妈只见过小时候的韩公子，无法辨认谁是真的，就想了个办法，只要谁能在小姐灵堂陪伴小姐到天亮，便是真的韩公子，因为假的一定会心虚害怕。结果9个韩公子全部被吓晕了过去。难道小姐生前的愿望就无法完成了吗？奶妈不愿小姐就这么含恨而去，于是就在小姐尸体前自杀了。而真的韩公子其实早就闻讯赶来，只不过半路被强盗抢劫打伤，好在一位叫张牛的农夫救了他。回去后，张牛和韩公子一番交谈，发现韩公子竟然是他恩人的后代。随后张牛将宋家小姐去世的消息告诉了韩公子，还让他赶紧去继承家产。可韩公子却不愿去宋府，原来他的父亲曾向宋员外借了1000两银子，久久没有归还。此次韩公子前来，除了见宋家小姐，还未还那1000两银子。谁知半路被劫，没有了银子，韩公子怎么好意思去？由于没有盘缠回京都，韩公子只好在张牛家住了下来。这天晚上，韩公子突然听到一阵琴声，便循着琴声走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就来到深山中，遇到一个拿着灯笼的老奶奶。韩公子问她为何在这深山中，老奶奶神情木讷，说跟他来就知道了。很快，2人就来到一间府邸，一位年轻的女子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女子说她便是宋莲花。韩公子疑惑，宋家小姐不是数日前就已经去世了吗？奶妈赶紧解释，其实小姐没有死，小姐之前因父母去世，伤心过度，久病不起，而她的堂姐更是想趁此谋害小姐，独吞家产。奶妈只好和小姐躲到深山中，幸好采到一株仙草，才把病治好。现在小姐唯一的愿望就是和韩公子成婚。听到莲花如此悲惨的命运，韩公子便答应和莲花成婚。而早已发现韩公子不在家中的张牛也来到了深山中，在一棵树前面，他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这个男人在荒郊野外对着空气拜堂，殊不知自己和鬼魂拜了天地，而这一切都被张牛看在眼里。回家后，张牛将此事告诉了老婆，老婆觉得韩公子肯定是遇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，于是第2天晚上死活都不让韩公子出门。韩公子只好乖乖地回到房间，却在屋里看见了莲花和奶妈。奶妈说，公子虽然与小姐拜了堂，却还未入洞房。韩公子欣然答应，可却突然传来一阵锣鼓声，原来是张牛为了保护公子，请来了2个法师在庭院做法。结果他们不是奶妈的对手，很快便败下阵来。第2天，张牛又请来了一帮江湖高手，结果还是全部被吓晕了。没办法，张牛只好上山请法力高深的道士帮忙。道士不忍心看到韩公子被害，就带着他们来到莲花的墓前。道士告诉韩公子，他每天晚上都是在和莲花的冤魂幽会，而旁边就是他奶妈的墓地。道士还说，
从今以后不可再和冤魂接近，否则他体内的精气就会被吸干。最后道士告诫他，今晚将是他的生死关头。果然到了深夜，莲花又来找韩公子，而深深迷恋莲花的韩公子早已经忘了道士的告诫。正当两人准备洞房时，道士挖出了莲花的寿方，将一根又粗又长的钢钉钉了进去。莲花立马疼得叫了起来，随着钉子不断深入，莲花就疼得越厉害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奶妈赶紧前去出手相助，她把道士打倒在一旁，随后拔出了钢钉。经历这次事件后，韩公子终于相信了莲花是冤魂的事实。他的房间四周挂满了吉藜和符咒，莲花和奶妈无法进去，只好在外面苦苦哀求。可韩公子还是不愿开门，于是奶妈找到张牛夫妇，让他们拿走吉藜和符咒，否则就杀了他们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照做。没有了吉藜和符咒，莲花和奶妈轻松进入房间。韩公子骂他们是妖孽，不要来害他。莲花说自己从小便爱慕韩公子，即便他死了，也无法放下这段姻缘。奶妈也说，如果闺女为家而死，她的心里将充满怨恨，无法归天，永远的成为一个孤魂野鬼。最终，韩公子被莲花的深情感动，与莲花完成了洞房。第二天清晨，韩公子看向天际，莲花和奶妈带着微笑离开了。这部影片上映于1974年，里面的恐怖元素现在看来很一般，可那段即便是阴阳两界也要结出花朵的爱情，却是让人心生感叹。